Hello，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各位朋友，好久不见啦！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有好一阵子没有更新旅游影片了。这一次呢，将为各位带来一系列的斯里兰卡旅游影片哦。那斯里兰卡呢，对于多数的台湾人来说，应该都是相对陌生的吧？我对它的初印象呢，其实也就是新闻上描述的那个破产的国家。那如果说平常有在喝茶的朋友呢，可能会对这个国家另外一个名字比较不陌生，那就是锡兰。但是呢，当我在尼泊尔还有在印尼旅行的时候，斯里兰卡的名字呢却一再的浮现。待我深入研究后呢，才发现这个陌生的岛国呢，竟然在印度教以及佛教的世界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一个地位。那究竟斯里兰卡茶香破产之国，这个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就让我来带着大家一起去揭秘吧。坐落在印度洋上的岛国呢，距离了台湾超过4600公里哦。要抵达斯里兰卡最方便的方式呢，就是要先飞往新加坡，之后再转机到科伦坡。不过这个过程呢，整趟其实需要超过15个小时哦，真的是舟车劳顿啊。那在抵达科伦坡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深夜了。那我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呢，还是相当陌生的。但是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的时候呢，我顿时被窗户外眼前的这个湛蓝的印度洋所惊叹。更加独特的是，我眼前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海上火车，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迷幻，有一点像是神隐少女的那个海上列车一样。在斯里兰卡呢，其实有2个火车是一定要体验的哦。一个呢是让我们大家遁入深山茶园的高山列车，另外一个呢就是仿佛没入海洋的这个海上列车了。龙坡市区呢，其实就能够体验到这个绝美的海上列车。据传呢，市区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高 CP 值的一段火车，那就是往返可罗皮提亚火车站还有拉维尼亚山火车站的这一段。那从网络上面的照片来看呢，搭上海上列车，看着这个璀璨的印度洋尽收眼前，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体验哦。不过呢，实际体验下来，我才知道，要搭上火车跟我想象中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一开始呢，我以为最大的挑战嘛，就是漫无目的的等待这个不断延迟的火车。其实在出发前呢，我就已经先下载了斯里兰卡的火车 App， 然后呢，我就有心理准备，知道它一定会不断的 delay。那确实也是看着这个不断 delay 的抵达时间呢，我想可能这就是第一个挑战吧。不过作为旅客的我嘛，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的。那我看到一旁的外国旅客呢，其实也和我一样，反正呢，我们就静悄悄的坐在火车站里面，等着火车入站就好。Hello, excuse me. Hello, I want to buy the tickets to Mount Lavana. How much? 40, okay. 40. Thank you. 不过直到火车进站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哇，问题大了！火车里面呢已经人满为患了，几乎是已经找不到空间可以上车。这个时候我才想起，之前我在饭店里面看过去的景象，其实就是有很多人是挂在火车上的。所以我想说，那当下一狠，既然当地人也都这么做，那我也就随着当地人一起跳上车厢吧。那所幸呢，这个时候的我呢，身体大部分都还在车厢里的，我的脚呢还是找得到一个着力点，只是必须要仰赖这个车门口或者说车厢口的这个把手，然后呢才不会飞出去。
原本呢，我期待的呢是一个无敌的海景，不过呢，可惜天公不作美，因为天气不太好的关系呢，海景其实并不漂亮。不过我觉得它仍然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尤其呢，这个海真的就是在火车旁，然后你会感觉到，如果它今天一个涨潮，配上一个大浪，那是真的应该会是打到火车上，或是打到铁轨上的。中间经过几站后呢，我秉持着就是要先下车，让里面的这个乘客顺利下车的这种美好的乘车品德吧，就像大家搭台北捷运都会做的事情。不过谁知道一回神后就发现，我快要上不去了，然后呢，我就被挤到了，真的有半个身体呢都在车厢外，那就跟真的是大家平常看那种印度电影里面一样，是真的算是挂在火车上一样。我的双脚呢几乎是没有施力点了，基本上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妥适的地方可以站着，所以我就只好呢靠着我的双手死死的握着这个车厢门口的把手。那整个过程中间呢，其实大概就过个10几分钟吧。不过我真的感觉呢，我如果万一有一个力竭，就真的可能会摔出去了。那到了下车的时候呢，我才发现，月台是在另外一个门。不过以这个车厢拥挤的程度来说，我是根本不可能穿越过去的，所以我就只好狠了心，再一次纵身一跳，然后呢跃下了列车，然后快步的爬到月台的另外一边。这个过程中间真的有点像是在拍电影一样，就像是一个极限运动。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啦。不过回程的路上呢，我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完全没有什么人，所以我就这样子重新再体验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正常的海上列车吧。那整体的体验感就真的舒服多了，我完全不知道我刚刚来的时候呢，到底在干什么。所以强烈建议各位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像我一样去体验一下这个海上列车的话，不妨先去观察一下去程的火车是不是多到满出来。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向的人潮是不是其实很少。如果是的话嘛呢，其实建议大家就先搭建车到终点，然后再搭回来。就连这么哈酷的体验，我确实不是这么推荐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就有点傻了一样，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好了，那下了火车之后呢，我们再往北边走一点点呢，我们就会到科伦坡的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看海景点，叫做加勒菲斯绿地。基本上呢，这算是城市里面一个比较难得的绿地，尤其呢是在一个比较嘈杂的市区里面呢，这个地方真的是相对安静了不少。它紧挨着海线，所以说非常适合在这边放空看海。那这边呢，当然也有一些小吃，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这边点一下当地的小吃，然后呢就找个地方好好坐下来，
待一下一个下午，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这边找了一个空地，然后就坐了下来，然后看着夕阳渐渐的没入海平面，从一片金灿灿到最后的蓝调时刻，再到最后远方的天空呢，突然间透出一片桃红。那必须说啦，可伦坡的海景呢，我觉得如果要说它美，真的就有些稍微刻意了，因为毕竟当时我去的时候天气着实不是那么好嘛。然后印度洋的海呢，其实是稍微更加汹涌的，而且还更带着许多泥沙的。这相对于我们平常去菲律宾啊这些海岛来说，可伦坡的海确实是比较一般啦。但是可能因为那一阵子吧，就是我的工作关系，我觉得望着海呢，就不小心出神了。然后我觉得回望着这个汹涌的印度洋，它给我一种就像是印度神话里面那样法力无边的印度女神那种感觉，它仿佛在我面前挥舞着利剑，像是在审判着什么。那似乎也是在审视着我过去因为工作有些一事无成的生活吧。所以我想说，确实是一个蛮有趣，或者说是对我而言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时刻。好啦，那可伦坡呢，作为斯里兰卡的首都，它其实就如同许多发展中的国家一样，它有着非常常见的这种阶层断裂感。所以说，在这块绿地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座座斯里兰卡非常罕见的高楼，里头都是高级的饭店啊，或是高级的百货公司。然后进去之前呢，是需要先经过层层的安检的。那安检后呢，就会一瞬间穿越回到我们平常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日常。那这边呢，就先让我稍微停留一下，来和大家聊聊可能我们平常对于去发展中国家旅行的一些刻板印象吧。其实无论是我之前去过的尼泊尔啊，或者是东南亚的缅甸啊、辽国或者是柬埔寨，他们的主要城市呢，其实都有我们眼前这样子的一个百货公司。当然离开首都之后，这样的百货公司可能不会这么的金碧辉煌，或者是说比较空旷，然后呢非常现代化好了。但是呢，他们依然有一些地方呢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如果在旅行累的时候，想要短暂躲回舒适圈的。所以说，其实如果有要计划去旅游的伙伴呢，真的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啦。那上这部影片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大概春节左右吧。所以说，新的一年呢，也就预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也希望我们大家的旅行计划呢都能够圆满顺利。好，那再让我们拉回到斯里兰卡吧。那大家走到斯里兰卡的街道上面呢，去他们很多的一些知名建筑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具有地标性的地方，都会看到随处可见的狮子像。那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斯里兰卡的独立广场。那这其实呢，这个狮子像是源自于斯里兰卡背后的一个民族故事哦。那传说中呢，古印度有一个国家叫做旺加王国。那当时的公主呢，和一头狮子私奔了，然后生下一对婴儿，其中的男婴呢叫做西哈巴胡。那西哈巴胡他未来的儿子呢叫做维加雅，他也就是未来在斯里兰卡建立第一个王国的那个人。因此呢，如今斯里兰卡的人口分布中呢，有将近70%的人呢是来自于所谓的僧伽罗人，而这个僧伽罗人的起源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刚刚说的民族故事。那僧伽罗语中的僧伽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狮子，那罗则是血统，意味着呢，僧伽罗人呢，他们是具有狮子血统的人。好，那下一集呢，我们就会带大家更深入的去认识可伦坡这座城市，以及斯里兰卡背后的一些故事。那今天的故事呢，就让我们先停在这边。那非常感谢老朋友们的回归。那新朋友们，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接下来精彩的旅游冒险影片的话嘛呢，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那我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那更多的知性影片就在吉米的频道。让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吧，拜拜。